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被异火吞噬后的萧炎再次睁开眼，是在陨落心炎的肚子里，目光所及的地方都是赤红的岩浆，使劲地甩了甩头，脑子还是有点懵，我在哪里？我在干什么？正有些无措的时候，药老出声道：这里是地底深处陨落心炎出生的地方，你被陨落心炎拖到这里将近有半个月时间了。这时间他一直在尝试着炼化你，或者说你体内的青莲地心火。而在你昏迷时，我一直在使用古灵冷火替你防御着，不过那消耗太大了，我也坚持不了多久了，而到时便只能依靠你自己了。我的古灵冷火或许还能坚持3天的时间，3天之后我便会把仅剩的灵魂力量完全灌注于你，然后我便是会因为灵魂力量枯竭而陷入沉睡，剩下的便得全看你自己的了。希望我苏醒之时能够见到一个活蹦乱跳的学生。萧炎沉默半晌后，咬着牙微微点了点头，旋即从纳戒中取出了青色的莲台，盘腿坐上去就进入了修炼状态。3天很快就过去了，药老沉睡后，萧炎一直在昏昏沉沉的煎熬着，直到有一天手臂上传来的温凉感唤醒了他。吞天蟒！萧炎精神一振，惊喜地失声叫道。在激动之余，萧炎发现吞天蟒的状态不对，2个灵魂正在争夺身体的控制权，一直到10分钟后争夺才分出了胜负。一具赤裸如白玉般完美的身躯缓缓地出现在了萧炎的目光之下，红润嘴唇挑起一抹泛着冷意的弧度，眼睛不想要了，这是哪儿？萧炎干笑了一声，挠了挠头，迟疑了一会儿后说出了现在的处境。我真后悔当初没直接杀了你。美杜莎女王咬着一口银牙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这家伙竟然会将自己给带到这种几乎是死境的地方。萧炎尴尬地笑了笑，小心翼翼地道：我也不想来这里的，女王陛下，您看我们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还不如联手突破这陨落心炎，然后逃生，如何？美杜莎女王含着俏脸，却是理也不理他，直接对着陨落心炎出手，结果铩羽而归。脸色微沉，美眸看向萧炎，冷喝道：你体内的那个老家伙呢？让他出来，凭你的实力，就算我们联手也破不开这一火。老师已经沉睡了，萧炎苦笑着摊了摊手道：该死的！闻言，美杜莎女王更是怒火大盛，恨不得一掌将萧炎给拍死。杀了我，你也出不去。萧炎像是猜到女王心里在想什么，直接道：本王什么险境没遇见过，这一伙想要将我留下来，可没那么容易。美杜莎女王冷笑了一声后，不信邪地继续攻击陨落心炎，直到将陨落心炎彻底激怒，给萧炎和美杜莎一人赏了一大团星火。陨落心炎的亲力炼化，使得萧炎与美杜莎女王进入了真正的生死考验。萧炎的皮肤上不断泛起水泡，身体里每一处角落的高温将萧炎折磨得生不如死，血液在沸腾，经脉在扭曲，随着星火越来越猛烈，头发化为了粉末，骨骼也快不堪重负。在萧炎陷入即将被炼化的绝境时，一旁的美杜莎女王也不太好受，痛苦从灵魂深处蔓延而出。不过随着星火的炙烤，她与吞天蟒的灵魂却是在缓缓地融合着。一旦她坚持到2个灵魂彻底融合，那便是能够彻底掌控这具身体，而那时陨落心炎对她的克制效果就会自动消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萧炎的皮肤寸寸崩裂，经脉干枯而扭曲，体内各种器官严重变形，意识也开始消散。转机出现了，萧炎练功时坐着的青莲先是融化成一大团青色液体，接着融掉了萧炎纳戒里全部的药材和丹药，之后包裹住了不成人样的萧炎，修补着他的身体。陨落心炎见死掉的人又开始焕发生机，能惯着他，立马加大马力，你破坏我修补，如此重复循环。好在此时的萧炎已经进入了假死状态，不然的话那种反复的剧痛一定会将他折磨疯。不知不觉间，距离内院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已经过去了1年时间，火海里的少年也终于睡醒了。收回纳戒后，已经成功晋升为斗王的他琢磨着要不要去打断女王的灵魂融合，只纠结了一会儿就放弃了这个危险的想法，因为萧炎觉得留下他日后对他说不定有帮助。好家伙，帮助大大的有好吗？暖床、守家、生女儿。跑偏了，拉回来。陨落心炎看着烤熟的鸭子又活了，还活蹦乱跳的，气炸了，又赏了一团极为猛烈的星火给萧炎，哪知萧炎感觉跟泡温泉没什么区别。茫然了一会儿后，萧炎笑了，猎杀行动正式开始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换换吧。萧炎抬头冲着那2点悠悠光芒咧嘴一笑，白灿灿的牙齿透着一抹森然，一番追逐后，无形火蟒被生擒。
见拼死反抗无果，他连忙求饶，然而还是被萧炎残忍地炼化了。缓缓睁开眼，萧炎看着乖顺的陨落心炎，笑了，目光转向火焰中的妖媚美人儿，放肆地看了看美杜莎的娇躯。又静心了一段时间后，萧炎才开始融合青莲地心火与陨落心炎，融合十分成功。怔怔地望着那团碧绿色的火焰，萧炎的内心发出了无声的疯狂咆哮，眼圈也不自觉地红了。当初被犹如丧家之犬一般追杀出加玛帝国，最后长途跋涉来到迦南学院，甚至在听到家族被毁的那一刻，却依然只能咬着牙将那份屈辱吞进肚中。那份隐忍所谓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？许久之后，萧炎才平静下来，正准备退出修炼状态时，变故发生了。异火相融的后遗症导致萧炎跟吃了激烈的春药没什么区别，越压制他就越反弹。片刻后，萧炎红着眼睛，赤着身子，气喘如牛地冲着美杜莎走去。美杜莎似是感应到了什么，骤然睁开双眼，杀意凛然地厉喝道：“你找死！”然而此时的萧炎哪里还有半分理智，脚步都不带停顿地一直靠近。美杜莎终于动手了，一道七彩匹链爆射而出，重重地砸在萧炎胸膛上，结果却是仅仅让得他身形滞了滞，意识到自己灵魂刚刚融合完毕，实力根本发挥不出平时的一半。美杜莎懵了，萧炎手掌一挥，一圈碧绿火焰将美杜莎双手牢牢捆住，脚步停在美杜莎面前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那始终未给过他好脸色的女王陛下。萧炎，你敢对本王做那事，等本王恢复实力，定将你碎尸万段。即使是这等时刻，骄傲的美杜莎女王依然没有示弱，咬着银牙，语气森然的道。而此时的萧炎已经彻底被欲望控制，哪里还有半分理智，没有任何犹豫，也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侵犯了美杜莎。事后，美杜莎疯狂追杀萧炎，死寂的岩浆世界都跟随着沸腾了起来。你有完没完啊？我看你是女人才不和你计较，再纠缠的话，休怪我翻脸了啊！又是险险地避开一道凌厉的攻击，那穿着黑袍的青年大怒地喝道：“本王说过，一旦恢复实力，第一个便是将你碎尸万段。”咬着银牙，娇媚美人寒声道：“大姐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，那种状态我根本就没有理智的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们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，我肯定不会对别人说的。”萧炎满脸苦容，对着美杜莎女王拱手道。听到萧炎的话，美杜莎女王更生气了，做梦！说完又要开打。美杜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你再来的话，也休怪我不讲情面了。萧炎眼睛怒瞪道。看着岩浆海洋的暴动，美杜莎清楚，眼前这个混蛋已经收服了陨落心炎，在这种环境与他对战，就算他如今已经恢复巅峰实力，怕也是讨不了好。而且他对于面前的萧炎，总是真正的难以下杀手，融合了吞天蟒灵魂带来的弊端不小，不然按照他以前的性子，拼着两败俱伤也要将萧炎碎尸万段。看到美杜莎终于安静了，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我们现在还是不要再继续内战了吧，你也不想一辈子待在这种地方吧。萧炎冲着美杜莎耸了耸肩，指了指上面，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想要突破封印似乎有些困难，若是我们联手，应该要轻松许多，如何？美杜莎犹豫了一会儿后，冷着脸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是打定主意，一旦出了这该死的地方，她一定要让这混蛋为侵犯她而付出代价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。